今天早晨上帝给你一个新的、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来了解。我想今天早晨我要透过这一段的经文跟各位分享一个父亲的心。我的题目叫做“父亲的挣扎”。父亲的挣扎。OK， 路加福音第15章第1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失去了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了。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要从这段的经文，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你是非常宝贵的，你我在神的眼里面是非常宝贵的。我相信路加福音第15章提到3个比喻，而这3个比喻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到底在天父的眼光里面，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的价值是什么？为什么你我对天父来说是这么重要的？你们注意看到，刚才路加福音第15章那里提到有一只羊迷失了，而在这里，这个牧羊人说：“这是我的羊，我所失去的羊。”在这里提到有一个牧人，他有100只羊，但是他现在失去了，而这个牧者他就放下了99只，去把那只失去的羊把它找回来。圣经告诉我，他找着了，就背他回来，然后邀请他周围的朋友一起和他欢喜快乐。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很明显的，这个牧者就代表耶稣基督。因为约翰福音第10章第11节那里说，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我相信今天早晨神要我们听见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你我在神的眼光里面是非常宝贵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早晨我们这么多人聚在这里聚会的时候，神不只是爱这个教会里面的会友，弟兄姐妹，我要说神个别的爱你我每一个人，神个别的认识你我每一个人。这里提到了这个牧羊人有100只羊，但是他却为了那一只走迷了，他出去找他，把其他的99只放下来，只是为了要去找到那只迷失的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你回去看约翰福音第10章那里就提到，因为耶稣是好牧者，所以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的声音。所以换句话说，虽然在这么多的人当中，神个别的认识你跟我，你会发现这位牧者，他看到羊丢了，他没有叫别人去找，他没有叫底下的雇工去找，是这个牧羊人自己去找了这一只的羊，把它找回来，他亲自出去把它寻找回来。在圣经里面，我很喜欢这个字 ，He himself。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希伯来书第1章第3节那里说什么？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然后他洗净了人的罪。那里英文是说怎么样 ？He had by himself。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自己成为那个赎罪的代价，他自己成为那个赎罪的羔羊，他自己来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看到第2章18节那里也说，他既搭救，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他使自己受苦。所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不是罗马兵丁要他上十字架，不是别的，他上十字架是他自己甘愿为你我的缘故 ，He himself 自己来受这个苦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牧羊人也是，他大可请这些雇工，他大可请别的人去找那只羊，因为还有99只在羊圈里面，但是不是这个牧羊人自己放下了99只，他去寻找那只迷失的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13章第5节那里说，因为主曾说 He himself has said
所以意思他对自己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提到了许多次这样的经文，神他自己为了你，为了我的缘故，他自己把自己给出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59章16节说：“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代求？代求在这里说 “no intercessor”。intercessor 我们都知道 ，intercessor 就是在两个路口的中间那个十字交叉口的，就是 intercessor。换句话说，在这里提到他见没有人拯救，没有人代求 ，suppose 应该有人把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可以带进来，但是没有人祷告，没有人去做这件事情，而神自己或者耶稣基督自己，他自己成为那个拯救。所以这里说到，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宝贝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所以换句话说，当没有人做这件事的时候，主自己做这件事情，神自己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的神，他非常在乎我们每一个人，他非常在乎我们每一个人，他没有让其他的人来代替他寻找我们，他是自己来到我们中间寻找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基督教的信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在于许多的信仰都是人在想各样的方法要找到神，但是基督教的信仰是上帝把自己那种尊贵和荣耀的身份放下来，他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寻找我们。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想到主为我们所摆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是这样的被他看重，我们在他的眼里面是这样的宝贵，以致上帝可以付一个代价，以致上帝可以牺牲一个代价，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赏给我们。我曾经在一本书里面读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基金会在欧洲的地方设立了很多不同的孤儿院。那么其中那个文章里面就提到，有一个父亲是在集中营里面，他已经生病得很严重，而且很瘦。那么他有一个小女儿，大概5、6岁。那因为没有东西吃，然后各方面，所以他也变得很瘦弱。所以这个父亲后来没有办法，他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他的女儿带着他的女儿去到这个基金会所设立的孤儿院，希望能够把他的女儿交给这个孤儿院，希望他的女儿能够在这里找到有地方可以住，有衣服可以穿，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他就带他的女儿到了这一个孤儿院的地方。当他到了那个孤儿院的时候，这个孤儿院的这些义工们就说：“很对不起，你的女儿不 qualify 可以住进这个孤儿院。这个孤儿院只收容那些完全没有父母，所以你不行。”然后这个爸爸就说：“这个爸爸说，我已经很瘦弱，而且呢，我也生病很严重，所以这个孩子到底有多少？多少时间？我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看着这个孩子，所以可不可以请你们可以收下他？”这些孤儿院的义工们他说先生，我们很乐意帮忙，但是很抱歉，因为你还活着，所以你的女儿我们没有办法把她接进来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爸爸就靠近那个义工的面，他说先生，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死了，我的女儿就可以住进来这里，你是不是这样说？这个义工看着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说：“我再问一次，如果我死了，我的女儿是不是就有这个资格可以住进来这里？”那个义工说：“是的。”那么就看见这个爸爸就把这个女儿抱过来，亲吻她，拥抱她，紧紧地抱着她，然后把他的女儿交给这个义工。他说：“
我会处理。I will arrange for this， 我会安排这一切。好，把那个女儿交在那里。他出去以后，他就自己就吊死自杀。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他的女儿可以留在那个孤儿院。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爸爸在极软弱，知道自己生命也不长久的时候，为了安排他的女儿，他最后把自己给出去。所以各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没有人，不是人要了耶稣，是耶稣将自己的生命给出去。我记得，在亚马逊，各位，如果你有机会看宣教的故事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The Spear Behind the Spear》，那部电影里面就提到，有5个美国非常出名大学的5个年轻人，他们的心要服侍神，所以带着他们的太太5个都一起去到最困难的地方，而且过了那条河，那个地方就是食人族，所以他们去到那里传福音。所以那天当他们坐小飞机飞过去的时候，他们在那里跟他们太太们 say goodbye。当他们到那里的时候，那些食人族看到他们的时候呢，每一个全部都围过来，所以他们就用各样的方法表示他们对他们的欢迎。但是没有想到，最后这食人族还是最后杀了这5个宣教士，我相信可能有一些人你看过这部电影。后来这个宣教士其中有一个的太太已经怀孕，所以他没有办法他没有机会看到他的孩子。后来他的孩子生下来之后，长大了以后，没有想到这5个宣教士的太太后来也全部再一次过了一些年之后，他们又回到那个地方向食人族传福音。其中的一个儿子就找到了当年拿着那个矛杀死他父亲的人，那个人他心里面很愤怒，他很想报复这件事情。但是感谢主，这几个太太，这5个宣教士的太太带着他们的孩子进去传福音，没有想到使整个部落奥卡族。如果你有机会，这个有一本书叫做《奥卡族的心声》，就是讲到这整个部落所有的人，几乎所有人都因为这5个太太跟他们的孩子的传的福音都信了主。当这个男孩子他那一天看到了那个杀他父亲的人的时候，他很想杀了他，但是最后那一刹那，他把刀子放下来，他就对他说：“不是你杀了我的父亲，是我的父亲决定把自己的生命给出去。”所以感动的人，后来这个杀他父亲的人成了教会的牧师，后来他成了传道人。所以弟兄姐妹，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把自己的生命给了你跟我。所以在上帝的眼光里面，我们是非常非常的 precious。在神的眼，因为上帝乐意用他的儿子来替换你跟我，他愿意 He himself 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取代了我们的地位。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说，你我今天坐在这里，是神的恩典 ，Amen。今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呼叫他为阿爸父，这是上帝丰盛的恩典。为什么他这样做？他自己出去找那只羊，因为他看每一只羊都是非常宝贵的。可以对着你旁边的人说吗 ？You are so precious. You are so precious. Amen. Amen. 所以各位，这让我想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一样。你记不记得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说：“父啊，可不可以不要喝这个杯？”不容易。耶稣基督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你不要忘记了，他是100%，是100%的人。所以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一样有挣扎，他一样有痛苦。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迫切到一个地步，血和汗一同流出来。所以他可以知道那种痛苦有多大，他可以知道那种难处有多大。
所以他向父祷说：“父啊，可不可以叫这个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但是我相信耶稣可能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父亲一样，他来到父的面前，他可能会对父这样说：“父啊，如果我死，这些人可以得救。你的意思是这样？”天父说：“是。如果你肯死，这些人就可以得救。”所以我相信耶稣也会说 ：“OK，let me arrange for this， 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谢谢主，谢谢耶稣基督的恩典，谢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带来的救赎，使我们今天可以白白的成为神的儿女。这就是上帝的恩典。第二个我要分享的是，你是不单是非常的特别，你也是非常的有价值。15章第8节那里说：“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落了1块，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细细的找，直到找到。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快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了，提到了银钱。弟兄姐妹，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时候，其实讲的比较清楚一点10 pieces of silver 中文只有翻成有10块钱其实那个银钱这个字是有意思在里面。那为什么在这里耶稣提到了银钱？那表明一件事情，因为银钱是有价值的，是有价值，钱代表价值。而在这里提到的是一个妇女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妇人我们看到在第一个比喻里面是提到了牧羊人，是指耶稣基督；而在第15章的第3个比喻里面提到了那个浪子的父亲，更是指的上帝。那么弟兄姐妹，有人这样说，这个妇人就可以预表圣灵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三位一体的神里面，他有很丰富的感情，有很丰富的那种情感在里面。我不晓得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同不同意这样的讲法？就是男人比较理性，而姐妹比较注重感觉。所以在这个家庭更新协会里面带这个夫妻这个恳谈的聚会里面，他常常讲，弟兄是水牛，姐妹是蝴蝶，你同意吗？意思就是弟兄常常就是比较理性，比较没有感觉，姐妹呢比较有感觉。我们发现姐妹一有困难的时候呢，她就会找个人打电话，几个小时都可以谈。弟兄呢通常是不太谈的，他们就是躲到洞里面去。所以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以利亚被耶洗别追杀的时候，最后他躲到洞里面去。所以各位男人常常就是想自己一个人东爬了命，让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就好。所以我们发现弟兄比较，所以为什么全心里面参加几乎都是姐妹比较多？弟兄都到哪里去了？每一次要弟兄要开班就2个3个。那我为那些去参加的弟兄感谢神 ，Amen。哇，他们很勇敢的，乔治是其中一个，现在又带弟兄班的。那为什么弟兄参加了，很多人就告诉我牧师，我们姐妹就很容易分享，但弟兄呢常常喜欢戴一个面具，明明已经很痛了，他还说我还可以。已经快要崩溃了，他还在说 I'm OK。所以弟兄常常就是比较注重理性，但姐妹比较注重感觉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弟兄通常都是要到痛到低到一个低点了我就突然间才会醒过来。那姐妹不是，姐妹稍微一痛的稍微一点受伤就打电话跟你讲，很厉害曾经有人讲说女人一天大概需要讲2万个字，男人只需要1万个字就可以。所以怪不得有很多的弟兄下了班回到家的时候呢都没有话讲，因为他们的话在上班的时候都讲过。所以很多的姐妹说，那怎么办呢？她回来的时候，我还有1万个字还没讲。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姐妹会拉着弟兄说：“起来，我要跟你讲话。”他说：“我的字已经用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弟兄通常比较喜欢自己安静。
很多的事情我们不太表达我们的感觉，但姐妹很会表达感觉。所以我讲的这个意思的时候，所以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妇人其实代表圣灵的工作。各位，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圣灵是非常有感情的，因为圣灵会感动，对吗？圣灵会忧伤。圣经告诉我们，你不要叫圣灵忧伤，不要叫圣灵带着 grief。那我们可以看到圣灵会怎么样？圣灵会有喜乐 ，the joy。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在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你看到圣灵在圣经里面的时候，常常表达很多的感觉在里面。所以意思是什么？各位，这个妇人有10块钱，有10个银钱，丢了一个，他去把它找回来，他要去把它找回来。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妇人要把这个钱？因为这个银钱在他的心里面，他觉得这是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他点上了灯，打扫屋主，细细的找，就是要把这个找回来。雅各书第4章第5节那里第5节那里说：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突然吗？神所赐的住在我们里面的灵。你注意到，住在我们的里面的灵是恋爱，甚至于嫉妒。所以各位，意思是什么？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恋爱 （desire and jealousy）。这个 jealousy 不是一个不好的 jealousy， 是一种好的 jealousy， 是一种好的嫉妒，是一种渴望你得到祝福，渴望你到被帮助。所以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忌邪的神。弟兄姐妹，那个忌邪的神不是我们的神很喜欢嫉妒 ，no， 神因为爱你到一个地步，所以他怎么样？他 jealous， 所以是强调他好的一个部分，因为他的爱那么多，他的爱那么深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看到你受苦，他没有办法看到你没有靠近他，所以是为一个好的一个人。所以住在我们的里面的灵。恋爱，他非常爱你我，甚至到一个地步的 jealousy。所以在这里为什么提到的是银钱？因为银 silver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有一个意思在里面，叫做渴望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妇人恋爱他的那个银钱，所以换句话说，他渴望把这个失去的银钱可以把它找回来。各位，你知道那个 coin， 那个银钱上面一定有一个东西，那个银钱上面一定有一个像，有一个 image， 对不对？各位，你知道25 cent 上面有什么？各位，你的25 cent 有没有？你们从来不知道25 cent 上面有什么？even 连1 cent 上面也有的。你知道1 cent 上面的是谁吗？不知道。25 cent 是谁？我认的，不是我就是老板。所以各位，那个上面就有一个 image 在上面，所以换句话说，其实那个银钱上面的 image 就是那个国家的统治者 ，the ruler of that nation。所以换句话说，各位，你记不记得耶稣曾经有人问耶稣说：“主啊，你缴不缴税？”各位，耶稣缴不缴税 ？Amen。所以基督徒不要逃税 ，OK？ 因为连耶稣也缴税的。但是耶稣讲了一句话：该撒的归给该撒，上帝的归给上帝。所以换句话说，耶稣的意思就是那个银钱上面的 image 是谁，你就该把那个税交给谁。所以换句话说，属神的就要还给神。所以各位，你的1/10是属谁的 ？Hello， 当然属神的。那么既然是属神的，一定要还给神 ，Amen。那么，弟兄姐妹。国家的税都比1/10多 ，Amen。可以不缴吗？好，弟兄姐妹，谈到钱，大家就有一点安静哦。如果国家的税15%、20%你都要缴回去，那么弟兄姐妹，上帝的归给上帝，该撒的归给该撒 ，Amen。若是我们要看见神的祝福，所以，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在这里，那个 image， 那个钱币上的 image。那表明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如果那个银钱代表了你跟我，那么我要说的，我们这个银钱上面有一个 image， 我们的 image 是谁？我们的 image 就是我们的天父 ，Amen。在你我里面有一个创造主的形象，
因为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照着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造我们。上帝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我们，所以我们的里面要反映出他的样式出来。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的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看了一部电影，卡通影片叫《Lion King》，有多少人看过这部电影《Lion King》？狮子王。我第一次看这个影片的时候呢，我很感动。后来我跟 David Liu 在谈的时候，他才告诉我，他说当时他们在这个 Disney 在做这部影片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 biblical 的 background。怪不得《Lion King》这部电影到现在连歌剧都是非常的畅销。各位，你记不记得《Lion King》里面有一只狮子，狮子王的名字叫做 Mufasa， 对不对？他有一个兄弟叫 Scar， 这个 Scar 呢，因为要篡夺 Mufasa， 所以就害死了 Mufasa。结果呢 ，Mufasa 有一个儿子叫 Simba， 对吗？所以在Mufasa死了以后，就躲到森林里面去。你还记不记得？他在森林里面没有事做，就跟一只猪，还有一只不知道什么，每天就哈拉布塔塔，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很开心。结果后来 Scar 就篡夺了那个国度。结果因为 Scar 是一个坏的王，所以就把整个狮子王的国度变成一个黑暗的国度。Am I right？ 所以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还有几只，这个 Scar 的旁边还有几只哈伊娜，对吗？哈伊娜在那边他没有肉吃的，这个 Scar 再去给我找肉出来。哇，这两只哈伊娜吓得半死，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呢 ，Lion King 就躲到这个森林里面，每一天很开心，哈哈，对不对？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先知出现，你记不记得那个先知啊？那就是一只猴子，对吗？有没有一只猴子？那天有一个猴子拿了一个拐杖来到辛巴的面前，就啪打了他一个。他说：“你为什么打我？”他说 ：“Come， 跟我一起来。”为什么叫先知？因为他提醒他是谁，对吧？所以呢，他就把他带着一个辛巴，就带到河边，对吧？他就告诉辛巴说 ：“Come follow me， 把你的父亲给他 ，I show you。好，我告诉你，你爸爸在哪里。”所以他把他带到河边的时候呢，就告诉他 ：“Look at， 仔细的看。”所以辛巴就到了那个湖边，怎么样？就一看呢，他看到什么？怎么看到他爸爸？他看到他自己啊！他看到他自己的倒影。哇，弟兄姐妹，你的想象力很厉害。OK， 然后他看到那个倒影的时候呢，他起初一看呢，后来他就有点 disappointed， 就哦 no， 这不是我爸爸，这是我。然后呢，这只猴子就跟他讲说 no，look hard， 用心看。所以呢，这个辛巴又再一次怎么样？用心看，对吗？他在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卡通影片？忽然间在空中就有一个云彩出现，上面就忽然间他的父亲出现，辛巴，哇！他就看到，然后你看到那个辛巴就怎么样？就 Father， 爸爸。然后呢，你记不记得他爸爸对他讲的话？他爸爸只有跟他讲一句话 ：Remember who you are。像不像？像他 OK， 看到所以他的爸爸就跟他讲说 ，Remember who you are。所以那个时候，那个 moment， 那个 Simba 才 realize， 他才知道，原来我就是狮子王 ，I'm the Lion King。因为爸爸的 image 在我的里面，所以他的爸爸就说，不要继续留在这个 jungle 里面，每天哈拉布塔塔。你要回去把我失去的国度怎么样？要拿回来，对吗 ？Because you are Lion King， 所以你需要去把它拿回来。所以那个云彩就忽然间就消失了。Remember who you are， 就这么。所以圣经那个影片里面告诉我们，Lion King就站起来怎么样？回去把 Scar kick out， 然后重新拿回那个国度。Am I right？ 所以弟兄姐妹，你我是谁？你我是神按着他的形象和他的样式所造，我们的里面有父的样式在里面 ，Amen。所以我们在地面上，我们要反映这位天父的荣耀。弟兄姐妹，我要说，神的儿女是被祝福的，神的儿女是丰富的，因为我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 ，Amen。我的父亲在他的圣山上有预备，我的父亲 ，My Father is my provider, my Father is my protector, Amen。因为神的名称为
耶和华尼西，他是为我征战的神，所以神是我的保护者。他的名称为耶和华以勒，所以他供应我一切的需要。Amen。我的神的名字叫 El Shaddai，He is Almighty One。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位这样好的父亲，我要宣告：神的儿女绝对不要有孤儿的心态，神的儿女绝对不要有贫穷、有软弱的心态。我们在主的里面是非常有安全感的。Amen。你走出去的时候，要像一个被祝福的人一样。Amen。你在给小费的时候，要好像觉得你老爸不是觉得，是真的相信你老爸是万王之王。Amen。不要每次给小费的时候，人家一看，弟兄姐妹，给小费的时候，可不可以给多一点，然后祝福他们的人 ？Amen。好了，路亚做基督徒给小费的时候可以给多一点。Amen。你说牧师啊，我 depends 他怎么服侍我 ，No， 要 depends 我们怎么爱他。你知道在 Bethel 的时候，我在那里的时候，听到他们那个见证，他们有一次几个年轻人，他们为了要传福音给餐厅里面，他们就定义一件事情。他们每一次进那个餐厅的时候，他们要给他们的小要特别的多。所以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他们几个人吃完饭了以后，他们就合起来，几个人就给了100块钱的小费给那个服务生。那个服务生一看到的时候，他们吓了一跳，说：“他说对不起，你们可能给错。”他说 ：“No， 我们的天赋是非常丰富的，所以我们要用这个小费来祝福。”那个 waitress 他就哭出来。正好也就是那个 waitress 他碰到一些的困难，所以也因着这些人，他们因为在这样的事上有感动带领的这个人能够信耶稣 ，Amen。所以弟兄姐妹，我要说我们是丰富的，可以吗？可以 ，Amen。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有一位这样好的父亲。所以各位，这个银钱丢了，他会把它找回。为什么？我们不但是 precious。And we are so valuable. Amen. 告诉你旁边的人，你是非常有价值的，你是非常宝贵的。Amen. 所以这就是各位一个事情的价值，不在于那个物质的本身，一个东西的价值是在于人愿意花多少钱去买那个东西，对吗？我前一阵子我记得，以前我在这里讲过，有一次我上午去看的时候 ，Michael Jordan， 你不知道 Michael Jordan Chicago Bulls 的 Michael Jordan 那一双鞋，他有一双鞋子球鞋，在Internet 现在卖一双卖到5万块钱，哇，他打球的穿的鞋子现在一双可以卖到5万块钱，猫王穿的那一身的衣服。他演唱的那个白色的有一个这边都有亮片的那件，现在卖一件7万块钱，哇，还很多人在标弟兄姐妹 ，Michael 就的一双鞋5万块，弟兄姐妹，我这一双500就好，有没有人要？现在可以从500开始标起，有没有501的？502的，我自己再加10块，510有没有？你说牧师，你送给我都不要。所以各位，我这个才穿3个月，还不错，好不好？520有没有人要？你们真没有爱心。这意思是什么？各位，如果没有人要出价钱买这双鞋，就是没有价值。所以 Michael Jordan 为什么他那双鞋这么多钱人家买？所以各位，一个鞋子或者一个东西的价值不在于它的本身，而价值在于人家愿意花多少钱去买它。Am I right？ 所以各位，上帝花了最大的代价，就是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把你我买回来。Amen。所以我要宣告，我要 priceless。Amen。你出价都买不到我。Amen。You are priceless。你是上帝的无价之宝。Amen。这样走出去的时候，会不会比较有价值感一点 ？Amen。很多的基督徒走路都是垂头丧气的，都在找地上的5 cent。同学们，抬起头来，我们真的相信我们的神是富有的神，所以我们活出来也应当是卓越的，应该是得胜。Amen。第3个，你是非常 you are unique。OK， 这里提到了
耶稣又说，有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家业分给我。”他的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怎么样？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各位都很熟悉这个故事。后来在那个地方就有了饥荒，所以这个儿子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就去怎么样？去帮人家养猪。看到猪吃的时候呢，他自己觉得肚子饿，所以就跟猪抢吃。到一个地步，他想起来他的父亲是一个大户人家，他的父亲家里面非常的丰富，也很多的佣人。而为什么我在这里跟猪抢吃？所以后来他决定，他要回到父亲的家。Amen。他要对父亲说：“父亲啊，我得罪了你，也得罪了神。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我回来，你把我当成佣人来用就可以了。因为即便他的父亲在他的父亲的家里做佣人，都比好过跟猪抢吃。所以我们都很想熟悉这段的经文。所以弟兄姐妹，第3个让我们看到的，我要提的是什么？我要提到的是，弟兄姐妹，如果一个父亲他有2个儿子，一个走了，你觉得他的心会感受到什么？我想这个父亲不会说：“还好，感谢神，我还有一个，走了就走了。”我跟师母刚结婚的第3年，我们失去了一个孩子。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也没有听过。那个时候，师母离生产大概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在我的家里面贴满了很多 baby 的这个照片，因为很多人告诉我说，多看那些可爱的 baby 呢，你的孩子生出来就会像那些 baby 这么可爱。所以你不知道，我那时候在台湾，我买了好多，整个房间贴满了 baby 的照片。但是那天晚上，当师母开始 reading 开始流血的时候，我们把他送到医院去，医生也没有很好的处理，就叫他这样一路走到2楼的血就这样一路滴上去。后来大概拖了蛮长的一段时间，一直到半夜，医生就告诉我不行，这个孩子的心跳已经很弱，然后就给师母要开刀。那时候才发现师母的血型是很少的 ，AB 型。那天血库里面连一袋 AB 型的血都没有，所以我要到处城市里面到处去找血。当我回来的时候，他们很快给师母开刀。师母她有一个问题，就是她的血比较不容易凝固，所以一开刀流血的时候，对她来讲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同时要抢救师母，又要抢救这个孩子。那我当时台湾不是像这样，先生可以进去，我站在外面看，在那边祷告。我的一个宣教师很高大，是我神学院的老师。那天晚上陪我在那里，我们不住的祷告说：“主啊，求你保守孩子跟妈妈都能够平安。”然后大概一段时间过了以后，我就看到从窗户里面看到有一个护士抱着一个 baby 就出来，在外面蹭。我心里想：感谢主，平安的生下来。所以这个孩子就蹭，然后呢，蹭完以后，他就又进去，护士又进去。大概10几分钟之后呢，我又看到一个护士拿一个现在我们大的黑色的垃圾袋，一个大的黑色的袋子，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我心里想，那个袋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为什么拿了一个大袋子往外面走出去？当他正在走另外一个方向的时候，医生就出来了，就告诉我说：“对不起，陈先生，你的儿子过世了。”我当时一听，我整个世界好像忽然就破灭。我说很抱歉，我们来不及救他，他生下来的时候心跳已经很弱很弱。我那个时候整个人大哭，我在那个厂房的外面我大哭，我说 no， 神，这很不公平。
我这样忠心的侍奉你，我们等了这么久，然后这个孩子就这样走了。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有人有流产，可能也有人你失去了，我知道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我连看都没有看过他，就这样走。那是我放声大哭的时候，我的老师就抱着我，紧紧的抱着我，告诉我说 ：“Andrew，don't cry， 因为不要难过，因为有一天你会在天父那里看到他。”所以我常常告诉我的老大 Sam 跟 Moses， 我说你不是老大老二 ，Moses 你是老三 ，OK，Sam 你是老二，你有一个哥哥现在在天上。也因着这件事情，使我跟师母有好多年的时间，我们不敢有孩子。我们一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心里就很多的害怕，甚至刚刚从医院要出来的时候，我们都考虑到底要不要回到那个房间里面去，因为我们觉得太痛苦了。各位，我分享这个的目的是什么？父亲有2个儿子，一个走了。你觉得这个爸爸会想说，走就走，还好还有一个？那每一个在爸爸的心里面都是非常独特的，你同意吗？但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件事，银钱掉了，这个妇人会去找他。羊丢了，这个牧人可以去找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看圣经的话，这个父亲为什么没有去找他回来？那里说，于是前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看见父亲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弟兄姐妹，我在这里，我忽然间明白一件事情。为什么我给这个题目叫做“父亲的挣扎 ”（The Father's Battle）？在耶稣提到的这3个比喻的里面，牧羊人可以去把羊找回来，妇人可以去把钱找回来，因为羊跟钱都不会自己主动回来。但是为什么父亲没有去把儿子找回来？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儿子他自己有选择的权利，他可以选择离开家，他也可以选择要回来。那么父亲的挣扎是什么？什么是父亲的挣扎？这个父亲的挣扎就是他必须等候 ，he have to wait， 他必须等候这个孩子自己回到他的身边来。为什么这个父亲没有去找他？因为如果这个父亲有没有可能他去找他，硬是把他带回来，这个儿子的身体可能在家，但是他的心还是在外面。这就是为什么神按着他的形象造了你我，使我们的里面有他的意志。我们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我们有一个自由的意志要还是不要，所以父亲必须等待。这个孩子必须自己做决定，我要回来还是不回来。所以箴言23章26节那里告诉我：“我儿啊，你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上帝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的样式，但弟兄姐妹，神不会 push 我们，神不会 force 我们，一定要来到他的面前。而天父只有一件事，就是他必须等候。这就是为什么每一次我在这里为人家施洗的时候，我每一次为人受洗的时候，我的心里面都非常的感动。为什么？因为神的孩子回家，阿们。那些神的孩子回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你还不是基督徒。我要告诉你，你有一位爱你的天父，但是上帝要你自己做决定。上帝要他非常的爱你，但是他不会勉强你，除非你自己愿意让他来爱你。是你自己愿意将你自己带回到他的面前。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我们不是像那个浪子，今天我们是神的孩子。Amen。你看到这个浪子回来以后，他的父亲就 right away 马上恢复他的身份，马上恢复他的尊荣，给他穿最好的袍子，给他戴上戒指，给他办宴席。爸爸就是爸爸 ，Amen。但是这个爸爸没有 push， 就让我学习到一件事情：我必须等候。身为一个牧师，身为一个爸爸。我也有一个儿子，
他现在流浪在外面。我也有一个儿子还没有回到家，他曾经是我最羡慕。每一次当他带敬拜的时候，每一次当他服侍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充满了欢喜。他是一个非常有恩高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有多少次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非常想念，我很希望能够看得到他。我这个儿子非常爱神，但是他不喜欢教会。我记得有一次，师母跟他讲说：“儿子啊，你要爱耶稣，你不要不爱耶稣。”我这个大儿子就非常生气，然后就哭在那个地方。他说：“妈妈，你怎么可以说我不爱耶稣？我非常的爱耶稣。”他说：“如果你爱耶稣，你为什么不回来？”他说：“我就是不要回去。”所以我感觉他现在就像一个浪子，但是我不能催促他，我不能push他。做爸爸的我只有一件事，就是等，等到有一天，神的爱会亲自感动他，使他回到他的家里，不是我的家，回到神的家。Amen。所以昨天当我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弟兄姐妹，其实我礼拜四把这个信息预备好以后，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礼拜四，昨天早上，我跟 Jason 在教授他们一起去 Nlcc， 我照常的每一次去就是洗脚。有一个白人的一个 lady， 大概40岁左右，她就坐下来，我说 How are you? What's your name? 她说我叫 April。那我就说 OK。Have a wonderful day。今天天气很好，我们就开始聊起来。他坐下来，我就开始给他洗脚，给他剪指甲。在他剪的时候，我忽然间发现他的脚的这个地方有 tattoo， 有一盆很漂亮的花，然后底下写的 Destiny。我说哇 ，Your tattoo, it's beautiful, it's a flower， 那个花很漂亮。我说 I love it。他说哦 ，Thank you。我说 Why you write a Destiny？ 你为什么写 Destiny？我问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哭出来。他说 ：“That's my daughter's name， 那是我女儿的名字。”我说：“你女儿多大？”他说：“13岁。”我说 ：“Where she is now？” 他就不停地哭。他说 ：“I don't know。”当我的婚姻破碎之后，我的女儿就被她爸爸带走，然后他的父亲现在也不知道他的女儿在哪里。那我就想起来，我礼拜四预备的这篇信息 ，You are precious, you are valuable, and you are unique。所以我就开始把这篇信息简单的分享给这个 Apple 的。这个 Apple 哭，一直哭，到旁边的几个在那边洗的人，他们都看到了，就过来说，开始过来为他祷告。这个 Apple 他就告诉我说 ，I'm homeless now。我现在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想念我的女儿 ，I miss my daughter。我就跟他讲，我说妈妈，你只要祷告，有一天她一定会回来，你一定会再找到她。所以昨天我在那里洗完她之后，当她离开之前，她给我一个很大的hug。她说 For so many years， 这么多年，没有人告诉我还有一个盼望，我的女儿会回到我的身边。今天早上。你不但洗我的脚，你还告诉我说我的孩子有可能会回来。我说 Don't give up。你知道他还tattoo在这个球姐的脖子这边写了一句话 ：His love is never fail。神的爱是永不失败。虽然他用各样的方法表示，但是他的里面是破碎的，他的里面是没有盼望。那天，昨天早上当我洗完了之后，结束的时候，我回来的路上。这首歌就一直在我的里面。有多少人需要我们出去把羊找回来？有多少人需要我们需要把那个失去的银钱找回来？有多少人的儿女四散在外面，需要我们做父母的不断的祷告，然后用爱心、用耐心等候他们的回家。
有的人可能你不是你的儿女，有的人可能你自己就是那个 prodigal son， 你可能就是那个浪子，你可能每个礼拜在教会，但是你还没有经历到父神的爱，你还没有被神的爱拥抱过。我要说，今天早上是我们回到父家的时候，你同意？在这个父亲节，不管你地上的父亲的经验是什么，但我要告诉你，有一位爱你的天父。Amen。礼拜二的时候，我的弟妹，我的弟媳妇就拍了一张照片，是我妈妈跟我爸爸。感谢主，我爸爸可以坐起来。Amen。他从昏迷不醒到眼睛打开，到他们拍照片给我的时候，他已经坐起来。我看到那张照片，礼拜二晚上我就哭在神的面前，我说神在里面有难成的事情。我奉耶稣的名要祝福我的爸爸，让他有一天早日可以康复。我那天给我妈妈礼拜五，礼拜四晚上我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感谢主，她可以坐起来。我就想起来她以前，我16、17岁的时候，她骑着脚踏车拿着棍子追我，要修理我。我要祷告她起来了。弟兄姐妹，我的里面超过200%，希望我爸爸可以站起来。超过200%，希望他可以完全的康复。因为他的人就是我的父亲。Amen。所以弟兄姐妹，神爱我，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Amen。父亲的挣扎是什么？就是等候那个浪子回家。我们的天父也在等候我们。我们的心是不是就像诗篇所说的：“我的儿啊，你要将你的心归给我。” I don't mind。你今天的需要是什么？因为一个 homeless， 他也在等候他的女儿 Destiny。好，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已经会唱这首诗歌。但是昨天早上在我回来的时候，这首诗歌一直重复在我在回家的路上，我向神说：“神，让我们把更多神的儿女找回来，把神失去的孩子找回来。” Amen。那就是天父的心，他真正他想要。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谢谢。若不是你，今天我们不会成为天父的孩子。若不是你，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可以呼叫他为阿爸父。主，今天早晨，我们有这个权利呼叫你为阿爸父。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